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毕业后，好兄弟在我的支持帮助下一路升职，结果他升职完没多久，就对我百般找茬，还把我给开除了。我盯着他冷笑，不吵不闹，转身走人。可我走后没多久，公司网站就崩了，他哭着求我回来，却在我处理完烂摊子后，打着自己是董事长儿子的名号，再次给我泼脏水，还说我蠢，狗都没有我这么听话的。二话不说，我又走了。可没几天后，他却再次哭着跪地求我：哥，求你了，回来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江玄之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家。你怎么敢在办公室里直接睡觉的？同事谢林用力拍响我的桌子，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我艰难地从桌子上爬起来，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是太困了。谢林却丝毫没有一丝谅解我的意思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公司开除了，你的工作态度不适合留在这里。这一刻，我瞬间就清醒了，猛地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望着他的眼睛。谢林是我大学4年的好兄弟，毕业后我们一同进入了这家公司。这家公司是我爸开的，不过因为这几年我和我爸关系不太好的原因，我也一直没有告诉谢林这个真相，害怕他疏远我。我也是真心实意的想为了他好，就私下联系了人，一直照顾着谢林，让他很快就爬到了主管的位置。没想到从前同我一起上班摸鱼的谢林，在当上了主管后，竟然也开始主动挑起了我的刺。每次开会他都会点我的名，让我当众被骂。我成了杀鸡儆猴的那个鸡。曾经我俩一吃饭就会一起吐槽上级，可我没想到谢林升职了以后，居然将我对公司的不满一一报告给了上级，害我成了大家的眼中钉。谢林也对我越来越冷漠，无话不谈的好兄弟竟成为了我那高高在上的上司。前一天晚上，我正准备到点打卡下班，却看到谢林焦急地朝我这边跑来。玄之，我妈忽然生病住院了，可是我工作还没完成，走不开，你能不能加班帮我完成一下？我妈那边比较紧急。我一听好兄弟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还信誓旦旦地说包在我身上。没想到谢林甩给我的工作量巨大，我加班到凌晨5点才完成，甚至连家都没回，就直接在办公室睡着了。没想到谢林今天居然以这个为理由，在众人面前扬言要开除我。你要开除我？我十分诧异，可他却面不改色。怎么了？你上班时间睡觉，工作态度懒散，我是你上司，怎么就不能开除你了？谢林，你明明知道我不小心在上班时间睡着，是因为昨晚你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谢林就强行打断了我的话。不要给你自己找借口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你赶紧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找财务结工资走人吧。这时总经理来了，看见办公室里闹哄哄的，走上前来问大家怎么了。谢林倒是把我工作态度不认真的事绘声绘色的报告给了他，完全不提我帮他完成工作那件事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你做的挺对的，就按照你说的做就行了。一个小员工，开了就开了呗，你的工作能力我还是认可的。总经理拍了拍谢林的肩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他的信任。我手足无措地愣在了原地，用乞求的眼神看向其他吃瓜的同事，希望他们能够出面帮我解释。可在眼神对上的那一刻，他们却迅速躲开了。我长叹了一口气，只好狼狈地开始收拾东西。谢林好大的权力，
居然随随便便就把江玄之给开了。我觉得江玄之的能力挺强的啊，平台都被他运营的挺好的。谢林能力还不如江玄之，你猜他是怎么这么快就升职的？我听说啊，他是董事长的儿子，离职准备出公司门时，我在公司电梯上偶然偷听到了其他同事的对话。前段时间，谢林就因为升职太快，被人怀疑过关系户。后来确实也有人扒出他是总经理的远房亲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传着传着就变成董事长儿子了。自那以后，所有人都开始对他毕恭毕敬的，都上赶着讨好他。而谢林吃足了这个身份的红利，也不出面否认。他的官架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被养了起来，现在还直接对我这个昔日的好兄弟下了手，在众人面前耍官威，还下令要开除我。我也没有多与他争辩，二话不说就收拾东西走人了。因为我很清楚，公司没了我之后，估计很快就会乱成一团的。我虽然进的是自家的公司，但我也是凭自己的真本事被面试上的，也顺便想帮家里人视察一下公司的情况。我刚进公司时，就凭强大的业务能力将平台给运营地有模有样的，给公司增加了不少收益。可总经理偏爱谢林，谢林又是我们组的主管，他就将功劳全都包揽在了谢林的身上。你爸又忙去了，听说他公司的那个平台今天晚上忽然就崩了，紧急维修了几个小时也修不好。果不其然，在和妈妈通话时，我就收到了公司平台系统崩溃的消息。听说公司那晚花了上百万的钱才勉强维修成功，虽然略有些心疼，但我心底也早知道日后我还会回来，这点损失我分分钟就能赚回来，还是给他个教训算了。总经理和谢林很快就找了人顶替我的位置，可他们逐渐发现新招的人根本就接替不了我的工作。他们招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做我的运营工作，曾经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，现在他们同时招了7个人来做，却还是让公司亏损了不少钱。他们也意识到，他们裁员才到大动脉了，随着亏损的金额越来越多，谢林害怕董事长发现问他的罪，这次居然拉下了脸，主动来找了我。玄之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他的寒暄倒是让我有点不习惯了。我当然知道他肚子里怀的什么鬼胎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复他。没想到谢林居然主动找上了门。玄之，前段时间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男子汉敢做敢当，我在这跟你道歉。你应该也有所耳闻，最近因为你离职，公司确实损失有点大。总经理亲自让我登门拜访你，只为了求你回去继续任职。一踏进我家的门，谢林就开始像一条哈巴狗一样追在我身后，喋喋不休。可谢林和总经理这样在众人面前侮辱我，我怎么可能说回头就回头？谢林，实在不行，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吧。总经理不是说了吗？他相信你的业务能力。我只是一个小员工，你可是大主管，我相信你接替了我的工作后，肯定会比我干得更出色的。我就不方便回去了哈，毕竟我也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态度不认真，我丝毫不给他让步，决然地拒绝了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谢林一个大男人居然还哭了出来。玄之，你就当我求你了行不行？这次公司亏损了上千万了，要是不能盈利回来，董事长那边知道我肯定就完蛋了啊！咱俩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你就念在这个情分上，帮一下我吧，我给你跪下了行不行？说罢，他红着眼睛就想往地上一跪。
他在这种时候倒是想起来我们是好兄弟了。我被他这副模样吓了一大跳，下意识的就上去扶住了他。你让我考虑一下吧。一直到我这么说，谢林才勉强冷静下来。玄之，你一定要考虑好啊，其实公司待遇也不错的，要是你对工资或者休假时间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也可以和我和总经理说，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。他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，可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诚心的。不过我嘴上说的考虑一下，其实也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。等我到时候将谢林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，再换个地方住，让他彻底联系不上我。最后公司发现找他索要赔偿后，可就有他好受的了。想到这里时，门口忽然又响起了敲门声，我以为是谢林又为了公司的事折返回来了，有些不耐烦地开了门。站在门口的人却是我的父亲。我自己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样的事，你觉得我这个当老板的会不知道吗？他双手抱胸，一脸严肃，似是对我的做法十分不满。我只好心虚的请他老人家进来。读大学那年，我图新鲜，背着父亲报考了离家上千公里的大学，把他气得半死。我和他就这么冷战了好多年，因此也没有告诉他我回了老家，并进了他公司工作的事。逆子，回来了也不知道和你爸妈说一声。他缓缓坐下，不紧不慢地拿起桌上的茶杯，抿了口茶。或许是我们父子俩太久没有见面的原因，这时候的气氛有些莫名的僵硬。父亲主动开口，打破了尴尬。我闲来无事看了看公司报表，一看吓一跳，这才过了几天，怎么就亏损了这么多钱？我一问才知道，不知道是哪个天杀的把负责运营的人给开了，重新招了7、8个人都顶不上。我还想看看是哪个小伙子这么有能力，一番资料，没想到居然是我亲儿子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敢说些什么，害怕他给我劈头一顿骂。没想到下一秒，他却眉目舒展，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。干得不错啊，没想到你跑去这么远读书，居然还真练出一身本领来了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幸好有了你这件事点醒了我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手下的员工居然是这个样子的。父亲欣慰地拍着我的肩，我受宠若惊。一向威严的父亲不禁没有痛批我，反而还给予了我肯定。我也笑了，沉浸在这久违的欢乐父子氛围中。但是你别以为这样子我就原谅你之前干的那些事了。父亲忽然收回了笑容，想回来接手我的公司。光有本领怎么行？管理的本事你也一样不能少。这次你就回去继续干你的运营工作吧。那几个刁难你的人我已经降了他们的职了，你就当好你的不起眼小员工，顺便帮我看看人事给我招的都是什么人。等你干好了，这公司我就放心交给你了。父亲语重心长地给我留下了这几句话。他离开后，我思索了很久，还是给谢林发去了消息，我明天就回公司。当然了，我回公司可不是为了救他的，我是来亲自收拾他的。谢林又被降回了原来的职位，失去了管理我的权利。虽然我是被他求着回来的，可是看他上班对我那态度，明显就是打心底里瞧不起我。江玄之，这个报表你今天完成一下发给我。谢林将几份文件扔在我的桌子上，给我下令。官帽没了，官的锐气居然还在呢。我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就将他扔给我的那几份文件随手往旁边一撇。我是负责运营的，做报表是你的工作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就凭咱们是一组的，你有义务分担一下组内的工作。他虽然还是在我的态度上受了挫，
但依然对我穷追不舍，似是对我很不服气。经过上次的事后，领导亲自和我说，我只需要负责好运营这一模块就行。要是因为你出了事，又让公司亏了钱，估计董事长儿子这个名号都救不了你了。我阴阳怪气的同时还给他戴了一顶高帽。是啊，林哥，上次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，咱们可负担不起啊。其他同事也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替我说话，毕竟上次我一战成名，做到了让除了谢林以外的其他人心服口服。谢林咬咬牙，只好重新把桌面上乱成一团的文件给拿了起来，安分地坐回了自己的工位。林姐，你怎么了？正当大家都沉浸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时，办公室的角落却忽然传来一声尖叫。原来是来视察的领导刚好发烧了，实在是不舒服，没站稳倒在了地上，差点就晕了过去。我连忙站起身，将他从地面上扶了起来，还贴心地给他装了热水，他却直接将热水给打翻在了地上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给我热水是想烫死我吗？这个领导林姐我也略有耳闻，为人蛮不讲理，他与总经理交好，也听说了前段时间我那件事，估计是想为总经理出气才来刻意为难我，而我也没有顶嘴，和他连连道歉，并主动给他叫了车送去医院。本来心不在焉的谢林一看到晕的是来视察的领导，也屁颠屁颠地跑了上来献殷勤。江玄之，我记得你抽屉里有钥匙吧？你快拿出来给林姐让她缓一下啊！谢林焦急地把我拉到一边，我故意装傻充愣。啊，没有啊，你肯定是记错了，见我这副模样。谢林还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真是头蠢驴。我只笑了笑没说话，余光还瞥见谢林在我的工位翻我的抽屉。林姐，我这有药，你吃下去一会就没那么难受了。谢林手上拿着一盒药往我们这冲来，拍着他的后背让他服下。林姐抬头望了他一眼，露出满意的神色，可算来了个有眼力见的了。我们护送着林姐上了车，大家这才散开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工作。有些人有能力却一直不能升职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人情世故一点都不懂的话，能靠什么出头？谢林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还故意在我耳边说了这句话。前2天还哭着鼻子求我回公司挽回他的损失，现在我回来受点追捧，他又开始看不惯我了。一直到现在，我才彻底明白为什么父亲从小就教导我，职场没有真朋友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对他翻了个白眼。果不其然，下午总经理就气喘吁吁地冲进了办公室。今天下午林姐的药是谁给的？是我。谢林骄傲地站了起来，好像一个在等待表扬的小孩。下一秒，总经理却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，用力扇了他一巴掌。你他妈怎么能给领导吃过期药啊？谢林被总经理打了一巴掌后，整个人都有些懵懵的。过期还不算离谱的，人家林姐还对你的药过敏呢，现在人家浑身起了红疹子，还休克了，正在手术室里抢救呢。你给人递药前都不知道问一下过敏史的吗？总经理气得脸都憋红了。谢林向我要药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他要做什么了。我也知道他的性格一定会为了邀功去拿药，就专门把我那盒准备要过期的药放在了抽屉最显眼的地方。经理，我实在是不知道那是过期药啊，这种差不多要闹出人命的事。谢林欲哭无泪了，我在一边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却不小心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瞥了我一眼，眼珠子快速转了转。经理，冤枉啊！
其实这个药是江玄之的，不是我的啊，是他亲自把药交到我手上，要我拿给林姐的啊。谢林一下子就把黑锅甩到了我的身上。江玄之，又是你，刚回公司你就又闹出了这种幺蛾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次是真的完蛋了。你知道林姐是谁吗？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救不了你了，你就等着赔钱坐牢吧。总经理一看到是我，马上就加大了火力痛批我，就连旁边围观的同事都替我捏了一把汗。就当众人都以为我百口莫辩的时候，我却伸了个懒腰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嘛。我缓缓拿起手机，将一段录像投在了办公室的大屏上。画面里的谢林正慌慌张张地翻着我的抽屉，翻出那盒药时，他的脸上明显露出了欣喜的神色，拿着药转身就跑走了。所有人在这一刻都发出了一声惊呼。我这个人呢，比较注重隐私，所以就在工位上放了一个不起眼的监控。我起身和大家解释，又侧头转向了谢林。你在我工位上翻什么呢？谢林的脸都绿了。监控录像不仅坐实了过期药是他给的，还让众人都知道了他在给我泼脏水。总经理的脸色也变了。经理，怎么说你也是我亲戚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。意识到自己完了之后，谢林又开始打起了感情牌。我呸，你都不知道是我哪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儿子，第一天上班就缠着我要我罩着你，没想到你天天给我闯祸。反正这次的人我自己都惹不起，我跟你撇清关系还来不及。总经理用力将手一甩，扬长而去。谢林无措地坐在了地上，我弯下腰，故作绅士地将他扶起来。其实啊，没过期的药我也有，在我的包里呢。不过我很清楚，药这种东西可是不能随便给人的。比起懂人情世故，我觉得还是懂点职场常识比较重要呢，至少不会让自己丢了工作。谢林的表情很是难看。林姐抢救了好几天，也总算是抢救回来了。为了给林姐一个交代，总经理提出了要辞退谢林，还主动离了职。这下他和谢林算是彻底断掉了关系。不过我可不乐意，我还没报复够我这位好兄弟呢。我当即就假冒了我爸，以董事长的身份联系上了人事，要求他们必须给我把谢林留下。犯了这样的事，谢林都还能待在公司，大家就更加坚信他是董事长的儿子了。谢林虽然是保住了这份工作，但是现在公司里无人不知道他是个嚣张跋扈的闯祸精。我还因为及时叫了车送了林姐去医院，让她赶上抢救时间为由升了职，成为了谢林的组长，有了管理他的权利。谢林在以前当我上司的时候就喜欢故意针对我，现在轮到他成了我手下了，怕不是要难受死，我就偏要让他难受。每天挂着组长的牌子在他面前晃悠，还不停挑他在工作上的刺，让他在自己的工位上都不得安宁。可最近不知怎么的，公司平台总是莫名会出现一些小漏洞，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都查不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我却隐约发现最近谢林安分的有些不自然，心里莫名觉得有些不安。第二天，我就忽然被新来的总经理叫走了。最近我收到员工举报，有人发现你泄露公司机密，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？话音刚落，他就无情地将几份文件甩在了我面前。你写的这些东西已经全转到我们竞争对手的手里了。我环顾四周，才发现原来谢林也在这里。他低着头不语，眼神里却流露着一丝狡诈。是谁给我泼的脏水？一目了然。
我拿起桌面上的文件，上面的确全都是我运营平台所写的代码。不过谢林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的，他怎么会窃取到我写的代码？我大脑飞速转动着，再结合总经理所说的话，谢林这是被竞争对手给买通了。看来他是恨我恨到了骨子里，不惜做下这样违反道德的事，也想要害死我。总经理，这种事我没干过，不信你也可以查监控。我在岗期间的操作一直都是合规的。我试图与他解释，合规？那你电脑里的这些聊天记录怎么解释？总经理从手机翻出了几张照片，聊天内容是我正在与竞争对手公司讨论运营代码的事。我立马就皱了皱眉头，这是有人黑进了我的电脑，盗走了我的代码，还故意留下是我干的证据。看来这次谢林傍上的人确实有些水平。江玄之，我承认你确实有点能力，也理解你因为职位匹配不上能力心有不甘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背叛公司啊！你知不知道窃取机密可是违法的？总经理看到这个聊天记录后更生气了，用力拍了一下桌子。总经理，你何必和这样的人在这里浪费时间呢？你直接报警抓他吧。哦，对了，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我觉得还是得让我们的董事长知道一下，所以我也顺便上报给了董事长了。谢林得意洋洋地说，好像觉得自己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。总经理叹了一口气，算是默许了他的行为。我挑了挑眉，谢林这是告状，告到我爸那去了，你就回你工位好好反省一下吧，等一会董事长就来了，他会亲自来处置你的。总经理无奈地摇摇头，挥手让我出去等。我泄露公司机密的传闻一下子就在同事之间传开了。江玄之到底为啥这么大胆啊？又是得罪董事长儿子，又是泄露公司机密的。就是啊，这下我估计谢林是不会放过他的了。这次居然还叫了他爸来公司亲自处置。我看这次江玄之是真的要完了，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谢林也风风光光地从总经理办公室走了出来，刚出来他就一下子就被同事团团围住。一会董事长就要来公司里了，他们现在正上赶着去讨好谢林呢，好让他一会在董事长面前说他们几句好话，说不定能顺便拿个升职的机会。谢林还是和往常一样默认了这个头衔，笑着一一收下了他们的阿谀奉承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着父亲踏进了办公室，身后还跟着不少领导，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，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工作，余光却偷偷瞄向了别处。谢林却自信地站了起来，走到了父亲面前带路。他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出风头，大家却在微信工作群里炸开了锅。谢林居然直接站出来和董事长走一块了，这么自然，看来他真是董事长他儿子。还好我没有得罪过谢林，不过我怎么感觉他们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？我默默将手机关上，靠在椅子上等着好戏的开场。董事长，你要找的人在这呢，他就是那个和我们竞争对手公司泄露重要机密的那个人。谢林招呼着父亲过来，还将手指向我，好像我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一般。父亲听了他的话，与我对视一眼后，脸色一变，有些不可置信。你说他？谢林也有些蒙圈了，不知道父亲这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没错。父亲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，你是说我亲儿子把自家的机密给泄露出去了？刹那间，整个办公室的空气都凝固了，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谢林也不出意外的愣在了原地，以为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。什么亲儿子？父亲冷笑一声，你旁边这个泄露公司机密的罪人，就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来他们才明白，自己一直都被谢林那个跋扈的样子给耍了。真正的董事长儿子，是一直被他压榨的我。你们说好不好笑？居然有人说我儿子是竞争对手公司派来的间谍，还说他偷偷泄露了机密。再过几年，这个公司都是他的了，他还泄露机密呢？父亲大笑着，其他人也尴尬地跟着笑了起来。下一秒，父亲尖锐的眼神忽然落在了谢林身上，连连扫视了他好几眼。刚才还一直在奉承的谢林却笑不出来了。我记得你是玄之的大学同学，关系挺要好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以前还因为你失恋了，连手上的碗筷都丢一边去了，吵着就说要坐火车去你的城市找你。怎么，你现在居然陷害上他了？而且之前辞退他的那个人，好像也是你吧？父亲的话步步紧逼，我能明显看见谢林的冷汗直流。爸，你是不知道，谢林在我们办公室一直有个名头，叫董事长儿子呢。我还刻意在父亲耳边补充了一句话。父亲挑眉，脸色十分不悦。谢林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脸色苍白无比。看来泄露机密的另有其人啊。虽然我们公司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可是你多次损害公司利益，还多次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甚至胆敢在办公室里狐假虎威。从现在起，公司决定辞退你，永不录用，并且向你索要相应的赔偿金额。父亲的话简直大快人心。虽然谢林被公司辞退了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公司的机密泄露确实是造成了影响。今天早上，办公室所有人的电脑忽然都被黑客入侵了，紧急维修了好久才救了过来。这导致我们的业务频频出错，客户大量流失。自此，公司陷入了无尽的噩梦中。江玄之，你以为辞退了我你就赢了吗？我才不屑于在你们家那烂公司干呢。被黑客入侵的感觉如何？你放心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，以后可有你们好受的。谢林居然主动发来了挑衅的消息，我一查，果不其然，谢林入职了竞争对手的公司，还坐上了高级经理的位置。我就要说，肯定是对家公司给了他不少好处，所以他才这么有底气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但我敢肯定，以谢林的能力，绝对做不到入侵我们公司这么多电脑。而且我注意到，竞争对手公司近期的势头很猛，还有逐渐要超过我们公司的趋势。我深入调查了对家公司的内部情况，终于发现了他们公司有一位堪称灵魂人物的技术大咖李余力，而这个人是我大学时隔壁班的一位风云人物。不得不说，他在计算机方面确实很有造诣，几乎是我们学校专业的领头羊了。我与他打过交道，想利用昔日的旧情和高薪联系他，试图将他这个人给挖过来。没想到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入职第一天，我们在他的帮助下迅速修复了系统的漏洞，还完善了不少安全措施。连我也不禁感叹，李余力可真是个计算机天才。就在我们公司逐渐重新走回正轨时，李余力却忽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是黑客更加猛烈的入侵。我们公司瞬间就陷入了混乱，资金链也出现了断裂。损失最大的是，公司的核心代码被李余力给窃取走了，现在对家公司直接就拿去用了，还抄袭了我们平台，借机蹭走了一波流量。
江玄之啊，你以为你要挖走我们公司的人，我这个上级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可惜李余力忠心于我们公司啊，人家才不乐意来你这破烂公司干活呢。再次见到李余力，是谢林亲自带着他上门嘲讽。哎呦，大家都这么忙啊，是都在顾着修复漏洞呢。要不大家跟我走去我公司如何？放心，一定给你们好的待遇。我们公司可比这个破地方前途广多了。他满面春风地炫耀着，还直接在我的地盘下面挖人。我也没有出面反驳，而是默默地坐在位置上，看着他自卖自夸。他的电话在这时忽然响了。谢林，你现在赶紧给我回来，公司要完了。谢林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谁让李余力偷走的代码是我胡乱打的呢？被谢林背刺了那么多次，我怎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信任别人？所以我早就在李余力的电脑上做了手脚，实时监控着他的所作所为。而他的电脑上所能看到的所有有关公司的内容，都是我故意设下的障眼法。他所偷走的代码刚用上时确实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时间久了，系统就会逐渐崩溃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客户点进去时会自动跳转成我们公司的平台，毕竟他们也是抄袭的，所有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客服也压根就看不很出来。谢林和李余力就这么白白给我们公司增加了不少业绩，达到了近几年以来的最高峰值。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简直乐开了花，直接把董事长这个位置让给了我做。对家公司自此不再出头，但也一直在苟延残喘着。这一天，我刚走出办公室的门，就撞上了李余力。他焦急的样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。他回头见到我后，居然给我鞠了个深深的躬。江先生，在这里我向你道歉，之前我不应该不接受您对我的赏识的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明白他的意图。他抿了抿唇，从身后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离职申请书，递到了我的面前。我一直都很喜欢谢林的原因，是因为他重用我。可随着我在公司地位越来越高后，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态度变了。他好像总是喜欢刻意打压我，还故意不让我升职超过他。上次代码的事情过后，老板那边怪罪下来，他居然直接就把错误全都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。谢林这人善妒格局还小，曾经他对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没想到竟也在李余力身上重演了。所以呢，我轻笑一声，想让他直接表明自己的目的，别再拐弯抹角的。这些是谢林和我们老板串通好要窃取机密的证据，还有这个是谢林下令要我入侵你们公司电脑的指令。李余力又从包里拿出了好几份文件，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我的桌面。曾经这么自命不凡的李余力，看来也是受到了谢林的打击。放心，我会让贵公司知道我的诚意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，对家公司几乎就只走剩了谢林和他老板两个人。李余力的技术实在太过强悍，公司的人几乎都是跟着他混的。他一走，其他人也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了。办公室门口堆着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，都吵着要跟随李余力左右。后来对家公司破产了，彻底干不下去了，我将李余力的团队给挖了过来，公司稳步飞升。我顺手利用李余力提供给我的证据，将谢林告上了法庭，成功判了他10几年。可这对他来说不是最狠的。谢林新公司的大股东，是个有钱有势的少爷。前段时间谢林夸下海口，说一定让少爷的公司飞黄腾达，
让他成功拿到继承家产的机会。没想到才招谢林进来不到1个月，这个公司就已经完蛋了。少爷气得要死，在谢林入狱后，在监狱里安排了人员特别关注一下他。才刚进去没几年，谢林就已经几近残废了，还被人打断了一条腿。而在我的人生里，好兄弟的字眼也从此消失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